星微亮，我睁开双眼，长夜漫漫总有散，来到故事终点。如果有人问，此生不悔，碰触着你的地方，刻下纠缠印痕。说再见不是离别，何必追赶这句点？思念在一瞬间，倾到地平线。荒野在歌唱，大地在淹没，我离穿透海，尘埃中花开，有复往的天，誓言追光阴，灵魂在寻找时间缝隙和你的方向。长河辅导，曲江横生。长河辅导，曲江横生。长河辅导，曲江横生。静心语句，无起一波，思其理当。脑转增无旋，方见良物。长河辅导，曲江横生。心朝廷，左右护理。静心语句，无起一波。你以为陈毅能救你？虽言若你以为修行我的功脑法转增无便旋，能取而代之？见良物，思其理当。脑转增无旋，你以为有幽冥护你，你便能修我功法？别做梦了，唯有臣服才可得永生。蝼蚁厌回，听吾之令。妖怪，快走！快走！逃出护心林。天妖，快走！走！妖怪，逃护心林，逃护心林。护心林。护心林。斩了黑花！斩了黑花！
我，你必死无疑。我不会让你死的。你方才做的不错，就应该这么干脆利落。黑花一战，我命不久矣。但我觉得死亡并不可怕，比起之前等死的日子，我一点都不难过。天瑶，你怎么看起来比我还难受？燕辉，你会好好活下去。天瑶，你怎么回事？燕辉，你别怕，你不会有事的，你会好好活下去。自从你我相遇以来，你曾多次施恩于我。若能以此命换你余生，也算得偿所愿。换明朝，就可惜了。又或说，有人愿意用他的命来保我的命，是说用你的命。你逆着方向，我看不清。发染尽离丝，闲情两极。指缝间一阵阵划过你我年轮，轻拂散离落雁会消失。燕辉，我现在将石海酒献给你，他会替我护你性命。闻着你的侧脸，一幕又一幕，黄昏醉了相思，风拂过一声叹息。此生一瞬燕辉，只为希望取完身体后，你的人生都能平安顺遂。那时候，你知道我根本就不会死，你是拿你自己的命去和素影拼，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早说？一杯离人泪，几人缠过。我怕你不愿意接受。年年日四月，终难成全。清江绿水之间，华年春老，深情不变。聚散从容易，细数相识，烟雨无尽。挥着你的剑影，一遍又一遍。燕辉，死亡真的不可怕，死亡真的不可怕。我不难受。怎么可能不难受？
不要！以后你就可以过你想过的生活了，吃你想吃的包子，去你想去的地方。爹，为什么长得这么快？为什么长得这么干脆利落？爹呀！方才一战，才可还。此刻相拥。你就别怪我了，你就别怪我。怪你呀！我不怪你，你不要走。我还想跟你一起去吃好吃的包子，我还想跟你。水尽人间，春风还依旧。我走了，爹呀，你不带着你要的走。回忆，盛满了来路。回首几度过往，寻找你曾经模样。执手相看经年，人间繁华依旧，此间有时。不能斩黑花，不能斩黑花！颜回，我在等你。天佑，花没了。天佑，天佑，天佑也没了。颜回，一为一条偷偷汹涌，情不自禁温柔。天佑，我是真的喜欢你的，我是真的很喜欢你，我是喜欢你的。情书洒满星空，信念的梦，让夜晚。你到护心林之前，我就喜欢你了。你到护心林之后，虽然我怕你，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你。你带我从青丘王宫里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已经彻彻底底没有后路的喜欢上你了。可是我再也无法亲口跟你说这些，怎么办啊？这只是在梦里，你再也听不到我说这些话了，是不是？等我醒了就不讲了？我不要醒。这不是梦。都在梦里了，你还骗我？真的没事。敷完了没？敷完的话，赶紧上药了。你怎么也在我梦里啊？你不认得我了？
这才几天没见面，真的是。你干嘛？不良吗？这真的不是吗？真的不是。哎，要活呀！太好了，你还活着。抱歉，是我让你担心了。他还活着，但是如果你再不上药的话，你的头发可能就活不了了。头发？我的头发哪儿去了？可能是我的龙焰在斩断黑气之时烧到你头发了。还会消失吗？不会，肯定会。你这药有用吗？陈毅亲手熬的，先试试看吧。多涂点。那可不得多涂点嘛，毕竟我们3个人之中，应该没有人有秃头的经验吧？你什么时候来的？这话说的，要不是我力挽狂澜，你这护心灵都归不了位。护心灵又回到我体内了。你这头上黑花都斩了，可不就能还灵了吗？闹得你死我活的。唉，果然啊，我还是比较擅长做这种事。是了，还有这个办法？这个世上除了我，还有谁能同时拥有颜和能？护心灵在你体内，若被他人知晓，恐怕会在日后为你招来祸端。我此前并不知你心意。好肉麻。若能以我生死换你死后安宁，自然最好。你们最应该感谢的人不应该是我吗？啊！我穿越了山河大海10万火急，干回来就是为了救你们。好，谢谢你。多谢。你俩这姻缘呀，这到底还是得靠我撮合。你在给他幽冥赋时，发现了什么？我发现了真相。我被他关在水牢里，发现福音宫殿的水竟然有他记忆的残像。我能看到他记忆里跟我相关的过去。此子天赋异禀，如此年纪就能化影为仙，假以时日，打败长老你并非难事。影族族长优胜劣汰，能者居之。影族出此神童，本座不知是该为影城长老欢喜，还是堪忧呢？白晓生就是神使预言里的恶童，他今日能欺凌同伴，明日必将能屠尽影村。那我把他远远的送走。不行，
唯有献祭尊者，鹰族才能避免灾祸。母亲，母亲。 母亲，你怎么了？放开我！放开影妖的身体能够阻隔世间万物，他为了避免被外物所伤，利用我的真身，制作了一件黑银斗篷。我是怀璧其罪。 有了这件影袍，我就可以修复我的身体，再也不用担心被他所伤了。福音似乎被某个高人打伤过，他惧怕这个人再次出现，所以才要借助影袍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可惜我看不到那份记忆，并不知他是如何被打伤的。 我20年前确实在龙谷打散过一团黑气，但我并不知道那是谁，也不知道伤的是否是他。你现在真身还在福音手上，那你来找我们，他要害你岂不是很容易？他对我另有图谋，要是我真的身亡的话，他也不会好过。不过，我却可以对他做点什么。什么？ 报仇，不然我还能想做什么？多亏了这件影袍，不然又要和20年前一样了。千年玲珑，若能取其内丹助我练功，从此以后。 世上玄妖再无可伤我。放在那黑界好生奇怪，到底是何物？玲珑之火。长兰，尊者。 玄妖两界3重山之争，何时能起战事？青丘者众都已经中了我的幻术。陈新山林飞，我本想将他斩于青丘，挑起两界的纷争。可是现在想起来，我认为把他留着，可能更有大用。待他回到玄门之日，那就是玄妖两界开战之时。很好。 你做的远比白晓生更好，尊者。白晓生恐怕一生一幸。无妨，由他去吧。你倒是跟长兰长得是一模一样啊！你倒是跟长兰口中所说的不太一样。我来。你被他囚禁这么多年，他还会在你面前提起我？
他跟赵玉在议事的时候，偶尔都会提起你的名字。在我神识清明的时候，我有听过几句。想也知道不是什么好话。大国主，我此番来寻你，是有事情要问你。什么事？我在福音的识海中见到了你的身影。我想问大国主，当年到底是怎么封印他的？其实当年，并非是我一人之力把他封印的，而且，他也并非封印在识海之中，而是封印在陈新山青广真人体内。青广真人，那是我师祖。他不是在蛇可摘星辰上闭关吗？当年雪岭他为了要阻止四处作乱的福音，独自去修行幽冥符，打算让自己成为黑气之主，然后将其吞噬。他意图吞噬福音后，在黑河原了结生命。可是，雪岭终究没练成幽冥符，反而因此坏了根基。怎么了？没事吧？喝一点。但福音四处作恶，不能再放任下去。他只好去信青广，请求相助，欲合我们三人之力，封印福音。我在旷野上建阵，雪岭造罗盘，吸纳黑气，青广压阵。阿姐，相隔100年，你唤我前来，是愿意回到我身边吗？福印，黑气肆虐，已然伤及无辜。我不能再眼睁睁看你继续下去。我尚未找到破解黑气之法，如今只能将你暂且封印。你骗我！没想到你叫我来是来封印我的。你骗我！你骗我！雪莲！青
论有疾。我此前在罗盘里看到的景象，原来是秦广，他以他的身体为容器，封印符印，而雪岭他在那个时候所受的伤，也都彻底耗尽了他。他走了以后，我就依照他的心愿，把幽冥符封印在屏风之中。但是雪岭他到临终之际，也还不知道怎么去破解黑气的方法。他只知道，修炼幽冥符的话，便能以黑气去破解黑气。而秦广，他回到陈心山，便一心压制在身体里面的符印。后来20年，我才知道，他彻底已经把自己封印了起来，在守可斋星辰里面。我猜，这跟符印脱不了关系。原来凌霄每年都上守可斋星辰，是为了帮师祖守镇。这些年来，其实我一直都在寻找怎么去破解黑气的方法。15年后，我终于知道怎么去击杀黑气的妖术法。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长兰成了符印的信徒，还学会了通术。15年前，不正是长兰献祭了幻妖一族，打开了符印石海入口的那一年？ 15年前，之前符印被关在守可斋星辰的时候，恰好让我有一段自由的时间。那个时候，我时常在他石海里寻觅，但是从未找到过他。直到15年前，他再次出现，告诉我，我有了一个新盟友。之前我不告诉你们，是因为不敢与符印彻底翻脸。 大国主，这毛比金不是说过新修的双生子第2个应该要被关起来的吗？所以他怎么出来的？又是怎么成为符印的大将来祸害你的？这要说到更久远以前的事。我们虽然是双生子，但是这么多年我一直都不知道他的存在。后来在先王离世后，赵玉他告诉我，他不忍心再看长兰受苦，我才知道这个世界上。 我是还有一个弟弟的，那个时候我和雪岭刚刚成亲。经过商议之后，我们就决定让长兰永远的离开这个地牢。可是他跟我说，他不想待在青丘。我也特别理解，就放他离开。后来我知道他去了洛川龙谷那边，一直在那里生活。我听说他在龙谷很好。那他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说来，他也算是你的旧友，怎么连你也打？长兰，他来洛川龙谷之时，并非是会如此行事之人。我的赤焰龙牙，亦有他的一份祝福。难道是因为你遇见了素影？ 他那时的确劝告过我，让我不要轻信素影，但我并未听进他的话。他或觉失望，便离开了龙谷。此后我与他再未见过。
不管他后来变成什么样子，反正他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收集天下暴戾邪恶之气，助他变强。天下暴戾邪恶之气，那是什么？怎么收集？引人向恶，发起战争。如果想要阻止福音回到这个世界上的话，第一步一定是先阻止长兰。那我们得赶紧回青丘王宫。现在想想，长兰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挑起玄阳两族之间的战争，好让他放出黑气之主。我们必须带大国主尽快赶回去，来戳穿长兰的阴谋。凌妃说长兰要刺杀他，他回到玄门大营，肯定会召集兵马来战，大难将至。而且你的护心灵刚刚归体，还需静坐调息。你也要好好调息。凌妃长老，凌妃长老！你笑什么？看你抱成这样，挺好笑的。其实啊，我离开的时间也没有很久，但是我可是每时每刻都在想你哦。我可真是对你情根深重呢。怎么样，你呢？你想我吗？唉，早知道你这么没良心，当初就不会喜欢你了。白小生，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不考虑。好吧，我承认，天耀这个人是真的挺不错的。那你们分了，随时来找我，我绝对把正宫的位置留给你啊！时候也不早了，快回去休息吧。不休息了，我是来跟你道别的。道别？你不跟我们去青丘王宫了？我要去把福音在这个世间的入口给封印住，阻断他跟长兰的联系。到时候你们去青丘对付长兰的时候，就会简单许多。你一个人去吗2个？2个？一个我自己，一个我心里的你啊。时候不早了，我就不浪费时间了，走了。哎，溜得真快。耀辉，天耀，我给你做了一个小发冠，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真好看，这发冠正好可以挡住我的秃头。喜欢。那我帮你戴上。以为一条偷偷汹涌，情不自禁温柔。我这一双阅人无数的双眼，果然还是没看错呀。一个人，时光走慢，点滴都是情书，洒满星空。天耀，在我们玄门，只有丈夫才能为妻子挽发。那你，我们不是已经成亲了吗？在月色朦胧的铜锣村，告知了亲人，在巍峨的青丘大殿，晓遍了天下。耀辉，你知道吗？送出婚书的时候，你便是我的结发之妻了。那您说话算话。说话算话。洒满星空，信念
我不曾怀疑，爱的真谛第一是你。我多幸运，有你。你今天教我的是什么心诀？这么厉害？玲珑心诀。如今护心灵已重回你体内，你自然最适合修行龙的功法。那幽冥赋，莫要再练了。那幽冥赋练着疼，没有你的功法顺手。哎，我现在在修龙的功法，那是不是也算你的传人？那赤焰龙牙会听我使唤吗？那试试。试试。他要是打我，你得抓住了啊！放心，他不会打你的。剑刃如雪，剑势如风，这当真是一把好剑呐！你要是用着顺手，拿着用便是。我就是图个新鲜，还是你用着好。我呢，路边的树枝、河边的石头都能捡来当武器。这怎么回事？兴许是你把他比作了石头和树枝，他不开心了。他怎么这么小气？哦，对了，幻命咒还在我体内吗？白晓生那一剑击时，幻命咒尚未被完全触发，应该还在你的识海中。我要解除幻命咒。为何？我虽贪生怕死，但我也不愿他人为了我的生死承担责任。更何况，我还喜欢你。幻命咒一旦被种下，便再无解法。你若是忧心我，好好保护自己便是。可我是人，终究是血肉之躯，寿命也有限。你把命放我这儿，不就白白浪费了？莫要小看自己了，去你的识海看看。这是我的识海。我这怎么也算得上是玄门7星弟子的级别了吧？护心灵之力理当如此。你若稍加修炼，抵玄门宗师之境，也并非难事。护心灵不过鳞甲一片，为何如此厉害？护心灵不仅是我的一片鳞甲，它还是我的内丹。你的内丹？你的内丹怎么会在外面啊？当年苏颖意图取我护心灵之时，还有一位神秘人。妖龙已重伤，快后林取丹！我虽未能看清他的容貌，但我却知他是为了取我内丹而来，为了不让他和苏颖达成目的。
我将丹灵合一，击飞出去。所以这样一来，两边都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反而会反目成仇。妙啊！等等，所以你的内丹在我体内，和护心灵融为了一体，再加上幻命咒，那这样一来，你的内丹岂不是也拿不回去了？内丹修行1000年，还会有的。1000年呢？1000年，不一定再能遇到。那我岂不是要更加起早贪黑、勤学苦练，才能担起我身上的这2条命啊？那有劳你了。我还有一个问题，既然我的识海本可以如此广阔，那之前在我体内封印护心灵的玄门宗师，到底是谁？或许是你的师傅，凌霄真人。我之前也想过可能是他，但他为什么这么做啊？或许是他担心你太年幼，未免你遭人觊觎，才隐藏你护心灵的力量。没想到你还会帮他说话。那日在龙谷寻不到你，他与我一样担心。燕回呢？你知道他出事了？难道护心灵的封印？你偷了他的灵？若真如此，那他赶我下山，莫不是另有隐情？他现在在哪儿？那日之后，再未听闻他的消息。看起来这迷雾森林里的墓碑又多了一些。我上次来这儿是在哪儿施的法？我的入口呢？找到你了。先用引盾封住入口，隔断福音和长兰的联系，为燕回争取时间，再想办法破坏掉这个入口吧。国主，昨日我离开银月崖，在黑河园外收到一些花报消息，但是贤哥，先别自乱阵脚。好，大国主，贤哥，你们怎么来了？贤哥，我有一事想问你。燕回，你说，您可知凌霄真人的下落？最后一次有他的消息，是在迷雾森林附近。迷雾森林？对，那是很久以前了。可否让凤千硕再用话尾打听一下？我正欲跟国主禀报此事，千硕已经很久没有回我消息了，怕是被长兰发现了。那不得赶紧回去？确实不宜再等。对，我们现在立刻出发。好。不要走！这老头在说什么呀？这严先生疯魔了吧？每天都拉着人也不说话，而且还一副很生气的样子，手里还总是举着一副空白条。快去学馆！快还是去黑河园！现在去查！快！不要走！严先生，多少天了？你明明知道没用的。是啊，他们中了长兰的瞳术，没人听得到你说话。哎呀，早知道，他说的是那般意思，
早知道他要如此害我。从今以后，我不允许你再说话。这个就是我刚定的规矩。现如今，也就只有我跟竹离没有种长兰的桐树。至于其他人，你就别再白费功夫了。哎呀，即便没人愿意相信，没人愿意再听，老夫我还要继续说下去啊！若是连最后一个人都沉默了，那谎言它就取代了事实，我便是死，我也无法面对我被祖先呐！严先生，你的话我信。你信？长兰在青丘犯下的恶，他日我定叫他们复还。终于有点要继承王位的样子了。哎呀，哎，好了，快扶起来，快点走吧。哦，快走，快走。天耀，感觉到了吗？青丘的空气里，不知为何有些许黑气。在这里。怎么了？你们看，这里有花豹记号。国主，我先行查探一番，若有消息，再用九瑶琴弦联系你们。一切小心行事。走了。严先生，他们可能是长兰桐树所造，千万不可信呐！是我呀，燕回。黄小燕，你看，幻族印记。小燕，幻族印记，真的是你！严先生，是我们。对，严先生，我是陈烨。阿爹，你没事太好了，你还认得出我吗？竹离，是余年未见，现在长这么大了。天佑青丘，老臣言不惑，恭迎大国主。严先生，不必多礼。老臣有罪啊！老夫识人不清，为长兰所利用，助纣为虐，还诬陷了龙主和燕姑娘，差点酿成大错。不求二位宽恕老夫，只求龙主怜悯青丘子民无辜，不要怪罪。不必如此，不是你的错。是啊，不怪你。要说过错，这一切都是长兰的过错。对，把他放出地牢，果然不该呀！这，你们青丘的规矩，从根上就错了。对，这其实一直都是我们青丘的错。你这个戒指，你是新任的幻皇？我叫幻小烟，青丘长兰是我的灭族仇人，我是来找他报仇的。这不是说话的地方，先离开。大家可先随我到我的幻妖戒指里走。这段时间你去哪儿了？上次通话过后，我就再也没有收到过你的消息。你没事吧？我没事，只不过花围在混乱中被损坏了，我一时难以联系上你。你没事就好。我们已经带大国主回来了，宴会生死之事也已经解决了。但我这边的情况就没这么乐观了。凌飞已回到玄门，大肆宣扬长兰以议和为名，请暗杀之时，视两派和平为无物。玄门各派这次都坐不住了，都已派弟子前往黑河集结。那正中长兰下怀。待双方大军抵达黑河两畔，炫耀大战，便一触即发。这如此说来，长兰蓄意挑起战争，竟是为了释放这黑气之主啊！那他灭我全族，
也是为了帮那个福音。不错，白晓生已经前去切断他们的联系，我们需尽快赶回青丘王宫，阻止长兰。可如今大军已前往黑河。大国主，贤哥，可有凤千说的消息？难得啊，你还关心我的安危啊？玄门情况如何？玄门已联合各门派齐聚黑河。唉，终是难免一战嘛。贤哥请命前往黑河止战。你一人之去，如何抵挡千军万马？放心吧，我们已经商量出对策。我和千硕会将黑河两畔的干红竹林烧毁，借此来拖延开战时日。去吧。是。这一下我们便有时间杀回王宫了。但现在的青丘子民皆中统术，长兰借助福音之力催动此术，时间越久，青丘子民就会越发危险。我来想办法，试着冲破他的统术。一是为了解救青丘的子民，二为了做饵。我会在这里拖延时间，吸引他的注意，以此牵制他。国主，这长兰为了今天此局，定是布局了很多年呐。这么多人被瞳术控制，你若是在这朝夕之间破除，不要再说了，要做的事情还得做。拜托了，大国主。我是青丘的国主，更是长兰的长兄，在情在理，也都应该是我去做。阿爹，我愿在此为阿爹护法。老夫也要在此为国主护法。起身。王宫之中，长兰定不会坐以待毙，或早已布下天罗地网。我们需尽快想出办法。你们不在的这段时间里，我躲回戒指里仔细观察过了，我发现长兰的瞳术与我幻族幻术乃同宗同源。我想，定是他当年夺取了幻族力量，才修得此术。既然是幻族力量，那我这幻王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幻妖戒指，便能治他。只要将这幻族王戒戴在他的手上，我便可以催动幻族力量，将他的瞳术力量尽数剥夺。可是他这么狡猾，怎么会乖乖的任由你们把戒指戴在他手上？要我说，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消散了。国主之术果然有效啊，能够驱逐他们身上的瞳术。但这还只是个开始，阿爹的法术必须覆盖整个星球。回来的正是时候，在这偌大的星球里面，只容得下我们其中一个。他们是不是发现我们了？护好国主！
没想到，我也有跟你刀剑相向的一天。就凭你！就凭我！我现在不是能使用你的赤焰龙牙吗？到时候我假扮天耀，从青丘大殿正门攻入，干扰长兰和其他的人。天耀假扮我，趁机接近长兰。长兰对我的防备肯定不如天耀，到时候天耀就可以趁机制服他。听着是很好，但你跟天耀这么大2个人，长兰又不傻，怎么会任由你们假扮看不出来啊？我们这回城的一路上，未遇见其他邪修，想必白晓生已经切断长兰与福音的联系。长兰并不知道护心灵已经回到了我的身上，光凭气息，他无法分辨我们2人。再说了，我们这儿不是还有其他可以使用幻术的人吗？我可以躲在幻妖戒指当中，用幻术遮掩你们的容貌。没错，到时候我假扮天耀干扰长兰，天耀带上无息木，趁机接近长兰。另有国主在此干扰长兰的瞳术，3管齐下，让他分神。待天耀接近长兰，制服长兰的瞬间，幻小烟，你趁机给长兰戴上戒指，启动幻术，七彩幻境无极无边锁，将他的瞳术尽数破除。国主，他们成功了。天地自然，晦气分散，气神引进，去！长兰，结束了。长王百口，要杀便杀，随你处置。处置你，不是我的事。
跟你第一次见面，似乎也是在这里。那个时候，你让我离开，放我走，你不后悔吗，兄长？放你出去，我不后悔。哪怕我求你10余年，哪怕你求我10余年。若我再有一次机会，我绝对不会让你离开青丘，也不会让你被福音所利用。利用？不，我跟福音各取所需而已。我离开青丘的时候，我并不恨你，也没有恨青丘，但我只是偶尔会想，我们明明是同一个父母，同一个母亲，为什么我却受到如此的对待？我想释怀，我想找到个地方，可以让我的心更加平静。我去了龙谷，我那个时候以为玲珑会造一个人人和平幸福的桃源，可她太温柔，一信任才会招来龙谷惨祸，直到现在，她现在还是如此，哪怕有撼天之力。可他却始终心有牵挂，他这样是成不了大事的。后来天要被放映，我突然领悟到，什么温柔，什么良善，是换不来和平的。只有绝对的权力才能够绝对的臣服，在绝对的臣服下，才有真正的和平。这个世界才不会有舍夷取，才不会有舍我取你。青丘双生子的规定，早就在我放你离开青丘之前，就已经把它废除。但现在这里是什么地方？是王宫？是你一出生就唾手可得的王宫？不是，这里是地牢，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这里的每一条缝隙，我全都用我的手指去摸过。对我来说，我生在此处，亡也在此处。我从来没有打算要取你的性命，那你可以怎么样？从这里放我出去，还是永生永世囚禁我于此？不必了，程兰，兄长，没事的，我们终会在另外一个世界再次相遇。你保重，程兰。大国主呢？我阿爹去地牢找长兰去了。我本来想跟去，但我阿爹不让。我阿爹为了拯救青丘子民，破除长兰瞳术，一生的修为都耗尽了。万一长兰她做什么？放心吧，不会的。长兰的所有力量都已经被我幻妖戒指收回来了。
他呀，现在做不了什么了。唉，我幻妖一族的力量，今天我全都收回来了。我失去的族人，你们终于可以安息了。凤公子，去往干红竹林的船已经备好，不必去了。国主令。啊！九瑶琴弦是国主义女。青丘军队全部停止前行，原地扎寨，不得违令。是。青丘总算是平息了，希望玄门那边也能如此。竹筏都给你们造好了，为何按兵不动？为何不攻青丘？信封，是你带头违命不从。灵妃师叔，今日青丘有异动，各门派长老皆勒令不发。我想，我们陈星山，我是长老，你不听我的命令，我留你何用？灵妃施主，此前已经传来消息，青丘异动，此时我们不该贸然跨越黑河。师兄，长老为何无故杀我师兄？你还知道我是长老？所有人，统统给我过河！我看谁敢跨越黑河！跨越黑河一事，事关重大，其他玄门长老见青丘异动，纷纷退兵求和，极不愿再挑起两界战事。灵妃师叔，你但凡有修道者的半分怜悯之心，也断不该在此时如此一意孤行。你，陈星山众弟子听令，一个都不许过河。若有异议，皆等我师父凌霄真人回来再做决断。到时候若有赏罚处置，我子臣一力承担。是，师兄，都回去吧。你们，大师兄，我们也回去吧。灵妃师叔，我知道你在青丘受了些委屈，可两界战事事关重大，恕子臣无法让陈星山众弟子前去帮你，报此私仇。大师兄，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们妖族死无葬身之地。常兰曾对我说，弱肉强食是这世间的最大规矩。然而不是，邪不压正，才是这世间最大的规矩。如今常兰被抓，国主重回青丘，乃天下之大幸啊！但是我们也做了错事啊。你说集市上真的这龙主和燕姑娘他们是清白的，之前是我们误会了他们。这些人不会再砸我了吧？我们真是错的离谱，大错特错了。对了，哎，龙主燕姑娘来了。今天可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向龙主和燕姑娘道歉。哎呀，不用了，不用了，真不用，不用道歉。快起来，快起来！之前种种都是乃辈失于之举，望请龙主与燕姑娘原谅。不用，不用，不用，快起来吧，真的不用，不至于啊！快起来，快起来！哎呀，求求你们起来吧！哎呀，真的不用跟我道歉，快起来，快点！你干嘛呀？好滑呀！哎呀，大家快看，燕姑娘脱头了！没事，这真秃了！这真秃了！燕姑娘为救我们青丘，连头发都秃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牺牲？怎样的精神呐！
你快别说了，你让一个女人秃了头，快走！我们青丘一定要牢记燕姑娘、燕姑娘秃头的这份情谊啊！没脸见人了，我没有脸待在青丘了，所有人都看过我的秃头。哎呀，好啦，你闷不闷啊？闷死你了！好啦，你听见了吗？听见，听见什么？青丘的每一缕风，都在清清楚楚地说，我秃了。哎呀，头发掉了总会长的，而且就这么一小撮。来，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哎呀，而且你还有这发冠呢。你别碰了，风一吹就掉了。这发冠就是个障眼法，没用。哎，障眼法，怎么能忘了白晓生呢？应该让他给我施个影子在我头上，这样比什么发冠啊、头巾都管用。哦，这倒是个好办法。不过，我们都解决长兰这么久了，怎么还不见白晓生啊？他不会去和福音硬碰硬了吧？不用担心，凌霄和白晓生的消息呢，我已经派人去探寻。你呀，就不要多想了，不要再想你的头发了啊！好好休息，我先走了。唉，怎么办啊？燕姑娘，啊，仆方医师，我没有生病啊，这给我配的什么药啊？不是药，是补品。补品？这里面啊有黑芝麻、何首乌、芡实、连须，最是滋养头发的。我喝了，头发什么时候长出来？放心，没有我治不好的疑难杂症。掉几根头发而已，又不是丢了性命。仆方医师，可是又想起了长兰。这些年，跟在长兰身边，时间最长的就是我了。我没发现他是童术师，也没发现他竟然做了那么多事，害了那么多人。幸好，一切还没有到最坏的结果。陈毅大国主也活着回来了，青丘和玄门也没有打起来。我和天耀也因为此事破镜重圆。这是现在最好的事情了。玄妖势同水火，你和龙主能结成正果，真是令人羡慕。你喜欢的人，莫不会也是陈星山的人吧？你胡说什么？我没有喜欢的人。子晨、子莲、子枫，你不要逼我，我可以把陈星山所有男弟子的名字都说个遍。好，我告诉你，是你们陈星山的人，他叫西风。我知道，药师家的小师弟。是的。大功告成，以后这世间的黑气便无法再进出福音大殿了。失去这力量的来源，什么黑气之主，哼，便是个笼中鸟而已。哎，好久没见燕回了，该去找找他了。福音，他怎么可能？
玄门宗师们竟然都在这里。凌霄，师父，万幸，临别之际能等到你入此地。师父，你为何？师父的时间不多了，你且听我言。此处乃是福音石海，你方才所见的10万鬼魅人俑，每一个人俑都是一件容器，里面储藏了福音的真正力量。自我将福音封入体内，数百年来，福音力量不断与我搏斗。为了阻断福音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我遂在此处封印了福音力量。但这10数年来，不断有外间的力量源源涌入此地。如今，我只能将这10万人俑完全控制住。万不可再有其他力量打破这种平衡，否则福音将破封印而出，彼时将再无人能制衡于他。师父，所以你是在此等我？我未曾等你，我只是在等一个希望。你碰巧来了，便是玄门与苍生的希望。凌霄，稍后我会化作一种灵力，融入封印，用性命镇压福音。我会为你开辟一条离开的道路。你踏上此路，离开这里，务必要做一件事：毁掉护心林。护心林，福音欲借护心林之力打破封印，毁掉它，世间将再无福音助力。答应我，答应我！师父，师父，凌霄，务必完成师父所托。护心林，宴会。这就是青丘了。月溪，我终于送你回家了。此次青丘之祸，多亏你出手相助。长兰如何？他自尽了。这事情已经过去，但就算这次我们重创福音，但是祸根未除，终是大患。现在看来，只有你的玲珑之火，才可以彻底消灭黑气。我知晓你的意思，我也正有将身体尽数取回的打算。自我龙魂从复魂墓中挣脱，我已取回龙骨、龙角，还剩2处。3日之后，我便会启程，前往封存龙金之地。在何处？3重山中，长天剑下。
三重山位于玄门地界，如今黑河玄门也都是重兵把守，你要渡河的话，也都是困难重重。我有一物，应该可以帮助到你。这是青丘国主印，应该可以帮助到你隐秘渡河。国主光印如此于我，恐怕不妥。没什么不妥，天下大局皆系于你身。如今玄阳局势剑拔弩张，为免两界大战让福音的势力增长，我也不可能派人大张旗鼓地帮你，我就在这里等你归来。多谢。大国主，我是凤公子，仙哥跟我提过。怎么了？来了一个人。何人？陆公子，进来吧。罪人陆木生，叩拜大国主。起来吧。罪人粗鄙，有幸得到大国主长珠云溪公主的青睐。可笑，纵然7尺之躯，未能保发妻安危。我本欲与其共同赴死，以报白发之冤。然思及守丘之意，故扶柩归山。希望云溪能够魂归故里。这是何物？这是我与云溪成亲的时候交换的结发香囊，这也是他在这个世间留下的唯一痕迹，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保住。杀死云溪的仇人素影已经被玲珑天药钉死在广寒门主座之上。罪人无用，辜负冤盟，而今心如槁灰，纵使余生披发险阻，不过劳怀罪己之念。唯有一命，但凭大国主定夺。你等家事，我等不宜多留。天耀，云溪愿意嫁你，便是真心喜爱你，我不会杀她在乎的人。陆公子，你起来吧。杀害云溪的是素影，不是你。我与云溪实际在相恋，我却没有能保住她。苟活至今，我对这世间已经毫无眷恋。陆公子，谢谢你送他千里归乡。如果大国主不愿赐我一死，还恳请国主让我留在青丘，
让我用这残喘的余生，守护云溪的衣冠冢。你是允熙的亲人，青丘不会杀你，也不会赶你走。若你留下，你可以住在允熙以前住过的地方。谢国主。大国主，云溪公主在永州亡故，我叔叔凤鸣是素影的帮凶。当初我未能阻止。你是在担心我对永州与凤家心有记恨吗？国主对凤家该当如此，但永州百姓不甘因玄瑶争斗而伤了性命。事情起于素影，也都止于素影。你走吧。大国主仁义无量，可凤家余孽未除，我心难安。从今以后，我凤千硕愿将花豹势力交与青丘差使，凤家后人发誓世代守护青丘。雪莉，你有看到云溪吗？若将来我们再见面，你会不会怪我没照顾好我们的女儿？玲珑天药，我要将这身龙鳞铠甲物归原主。龙鳞铠甲无护心灵，虽无法让你长生不死，却可以维持你的性命。若没了它，以你的身体，怕是撑不了多久。这便是我求之不得的命数。如今素影已经被钉死在广寒门的主座上，这身龙鳞铠甲，我也终于可以自行脱下，还于你了。如今我终于可以孑然一身，安然地长守云溪了。你要走，和颜回一起？他会留在青丘，我或许要过段时间才能回来。这段日子里，我明白，她是贤哥的好姐妹，我会在这段时间里也多关照关照她的，放心。不必麻烦，她自己会过得很好。我只想说，此前我以她的名义入伙你的花豹，若有盈利，请你记得，莫要亏损了她的。我不在，
他有钱花，也能开心些。天耀，你对燕回的情谊，我能感受得到啊。可你这，你怎会认为我是短缺他人钱财之人呢？啊！我凤千硕虽然年纪轻轻，但我堂堂君子，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啊！花豹的银利，我会一分不差的给到他，大可放心啊。如此甚好，有劳了。你也太小看我了啊！男人最有魅力的是什么？是诚信。风公子，不好了！风公子，我找你。稀奇了，这平日不见人，今日人人都来找我，所谓何事啊？感情的事。找对人了。哎，我听说你曾有纳妾的经验。贤哥还挺能忍的嘛。我那是之前，而且我那是为了报仇，再给自己寻找助力。再说了，我那是为了刺激贤哥。什么意思？这么跟你说吧，每一次办婚宴的时候都是同一个。同一个人？对外是说招纳情报人手，假借名头而已嘛。红盖头搭着谁看得见？哦，明白了。同一个人还有激情吗？没有。哼，那看来你也没什么经验。再见。哎，你到底有什么事啊？我要和幻小妍求婚了。那你说会不会拒绝啊？会。啊？那虽然不知道你们具体什么情况啊，但我感觉那个小丫头片子情识未开，估计难。再说了，你那么幼稚，有哪个姑娘愿意寻找比自己更幼稚的人在一起呢？也对啊。不，那你的意思是，笃定我会被拒绝吗？悬。报了仇，了了愿，感觉我这幻妖戒指都更亮了。找你半天，在这儿干什么？你找我做什么？没什么，就找找。我以为你报完了仇，就招呼也不打一声，就走了呢。我是打算走啦。你真打算走啊？你这么惊讶做什么？我现在可是幻妖女王，肩负一族兴旺的大人物，我当然得四处转转，寻一风水宝地，重振我幻妖一族啊！风水宝地，我青丘不就是吗？嗨，青丘那不已经是你们九尾一族的地方了吗？不，那我这我们青丘也有其他妖怪的。那你是打算送我块地吗？地，我得要好大的一块地，先是给我逝去的族人立上碑，再招揽天下人才，教习他们幻妖大法，延续我幻妖血脉，从此世世代代生生不息。得有好大的一块地，天下人才呢。地啊，送地。我现在还没这个权利。哎，不过你今日护驾有功，我愿勉为其难将你招至麾下，辅佐于我，待得日后。停！我一个当女王的人，你让我对你俯首称臣，我谢谢你的恩惠，不必了，告辞。哎，别送。哎，做什么？你要不还是留下吧。我是幻妖一族最后的血脉了，我不会给别人当臣子的，明白吗？不是当臣子那种，送地那种。对。也不算对。到底是哪种？
就是等我真正顶天立地，足以撑起青丘之时，你来做王后那种。啊！这，不好了！怎么了？大事，这次是一件大事。阳间的事还是阴间的事啊？是我的大事。你说怎么会有人这样跟我说话呢？我吓得直接呼了一巴掌就过去了。可是我又觉得自己好像做的有点过了。哎呀，我现在真的好烦、好乱、好慌张啊！烟魂，这事你有经验，你赶紧给我出出主意吧。秃头的事吗？我是说成婚的事儿。成婚？竹离他说他要娶我。竹离真这样讲吗？我的头发。哎，那竹离早就对你有意思，这又不是什么坏事，你慌什么呀？我不知道，我没想过，我乱得很，不行吗？我算是看着竹离长大，这混小子要是能主动说出这种话来，定是很喜欢你了。能这样被人喜欢，真是令人羡慕。你要不就考虑考虑吧。怎么考虑嘛？考虑你喜不喜欢他呀？我又没有喜欢过人嘛。不过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喜欢。这事啊，要考虑清楚再决定成不成婚，是很严肃的事呢。那当时你跟龙主成婚的时候，你考虑清楚了吗？我们成过2次婚，都是情况所逼，来不及考虑。当然啦，我现在也不后悔就是了。反正当时你跟龙主成婚的时候，我觉得可麻烦了。那是自然，我们青丘规矩，一生只许一人，婚礼之事乃重中之重。青丘婚礼6事：相看、问议、下聘、喜着、请期、迎礼，一个都不能少的。还有那个什么写婚书，感觉写那个东西也挺麻烦的。我们青丘并没有写婚书的规矩。没有？哦，这事儿我听严先生说过，他说这是龙主自己的心意。自己的心意？婚书烧没了。你逆着方向，说起来，我看不清婚书上写了什么都还不知道呢。发染尽离丝，闲情两极。指缝间一阵阵划过你我年轮，清风散离，落雁会消失。画着你的剪影，一遍又一遍，闻着你的侧脸，一幕又一幕。黄昏醉了相思，仿佛过一声叹息，此生一瞬交集，只为遇见你。喜今日，佳里初成，良缘永结。补他年，比翼连枝，白首永偕。红绳早谢，花好月圆。且待青山烂，江水枯，白首不相离。玲珑天要立书为证，福愿娘子宴会，喜乐千秋。执手相看经年，人间繁华依旧。这个撅嘴葫芦
写的比说的好听。情难弃。叶辉，今日没去治头发，蒲芳治了1天了，可有进展？长了一些小绒毛。哎，这是什么呀？龙鳞铠甲，陆木生还给我了。龙鳞铠甲，那个书生，他来青丘了。他为云溪守医关中。啊，你好像对他，并没有什么恨意。我与素影之间的恩怨虽因他而起，但也始终与他无关。对于这个凡人，谈不上恨意。如今，他不过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罢了。素影为了一己私利，机关算尽，作恶多端，可最后也没能如意。这也算是他的报应吧。你这么一说，我倒是多了几分愉悦。哟，千年玲珑还学坏了。近朱者赤。你收东西干嘛？刚好，我正要去寻你。打开看看。我不是在做梦吧？没有，再看看。好刺眼啊！给你的。给我的？不对啊，你哪来这么多钱？你不会打劫青丘国库了吧？我活了1000年，或多或少还是有些积蓄的。那你之前那么穷，还要管我姐妹借银子？好，我知道了，你之前不是落难了吗？但这些你都给我了。全都给你的。你不留着一点，以后万一又落难，背着用。我不需要，你留着开心就好了。我离开这段时间，如果钱不够花，就去找风千说，他会给你。他会给我，他能给我多少？不对，你要去哪儿？我要继续找回我的身体。我知你不惜奔波，你可以在青丘等我。叶辉，你要去哪儿？我要回去收东西，陪你一起去。你要同我一起？可是路途危险，那更要携手共度。就这么定了，这个你拿回去，等我们回来一起画。怎么了？我研究了一种新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生发针法。今天不是才刚治过了吗？一针能长80根。哦，真的？试试啊。你
这真的管用吗？信我。那个西风之前在你们陈星山如何呀？小师弟嘛，陈星山普通的4星弟子呗。啊，你怎么能说他普通呢？不普通，不普通。小师弟医术高超，乃陈星山第一圣手。那你就不好奇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我好奇。啊，好奇啊，你们怎么认识的？那我就告诉你吧。在不久前，我偷偷渡过黑河，去三重山采药。你什么人？你别过来！哪里来的妖怪？你不许过来！你这药壶还挺不错的。你这玄门弟子，摘的艾草也挺不错的。你竟能看出这是上等艾草？哎，莫非你也是药师？你不许过来！我只是来山中寻药的，我不会为难你的，你也不许为难我。我们各走两边，你觉得如何？我觉得可以。那你先走。你先走。你先走。一起走。好。哎，等等，那边不能去，那边是。不是说好各走各的吗？你别跑那边啊！你别跟过来，那边危险。我后来才知道啊，他是为了怕我掉进那个阵法才追上来的。我们在里面相爱相杀，然后呢，你们又逃了出来，然后呢，他又把你放了，又没有杀你，于是呢，你就喜欢上他了，是不是呀？你是如何知晓的？莫非他与你提起过我？话本里的老套路啦，不用猜都知道。哎，不过你给我扎这么多针，不会更秃了吧？你本来就秃，你嫌我烦没关系，你不要让我知道，更不要告诉我。我要是知道了，就像刚才那样，每一针都给你下狠手。你狠，你真狠。我好想知道他在哪儿啊！见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以前凡人戏里唱的“相思似毒”，我不明白，我现在彻底懂了。我好想他呀！我那西风师弟，他也喜欢你吗？我喜欢他，跟他没什么关系。单相思啊，你好勇敢啊！我这次来就是告诉你，你这个治头发的方法开始了就不能停。啊，你是想用我的头发来威胁我，让我带你渡黑河去见我师弟，可以吗？不行，玄门危险重重，我不能带你去。你不管你的秃头了，这两件事它就不能相提并论。燕回，我能治这世间百病，却治不了自己相思一症。我知道这不好，但你也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啊！爱是需要忍耐的，你先忍一忍，毕竟活着才能爱。黄小燕，你之前不是说要离开青丘，去寻一个风水宝地吗？我这都又要踏上寻龙参的路途了，你怎么还在青丘？我还得再多留2天呢。去看看那个山川记录，说不定能有什么新的发现呢。哎，我帮你去找。你就别跟着瞎掺和了，我去找毛笔镜一人就行了。贤哥，可有我师父和白晓生的消息？放心，一有他们的消息，
我会立刻通知你的。话未遂了，找人没那么快，你也不用太着急了。失去了独家秘宝，对你的事业来说也算是重创吧。坚强点，挺过去啊！您这话说的，好似这对你的事业来说并不算重创一样。你我啊，一人一半，风险共担的。你什么意思呀？谁要跟你风险共担啊？看来你还不知道啊，天要用好些金银财宝换了你，入股我花豹的。还有这事儿？燕回，自从两界交恶以来，玄门就重兵把守在三重山，那边不平静，你们行事千万要小心啊！你们不用担心，我阿爹嘱咐过我，静待龙主归来，若是遇到危险，我们青丘拼上一切也会保你们平安的。好，多谢。难怪你之前让我找风前说要钱，你什么时候？此前亏欠你太多，这些身外之物，若能弥补你万一，便够了。你管这叫弥补万一呀？你以后若是想对我好，不用藏着掖着。好。到黑河了，我们去砍些竹子吧。不用砍竹子。陈毅给了我此物，它可以帮助我们。只要我催动光印，眨眼便可渡河。还有这种好东西啊！只有一个，青丘国主之物。赶紧渡河吧。胡风，你怎么在这儿啊？你胆子真大，这都敢来。跳，送他回去。我不回去。行了，你别闹了，就凭你这本事，来送死的吗？他们不理解我，我觉得至少你是理解我的。演什么苦情戏啊？你以为这样我会让你过去？你这人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我就是有同情心才让你回去的。我说过，活着才能爱，你知道吗？我见到他就回来，顾九龄。没事吧？不能让他到处乱跑。不知他往哪边去了，我们分开来找，一定要找到他。小心。西风，是我。你怎么在这儿啊？你来这干嘛？我来见你啊，我想你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更何况你一个妖族之人，不该来这里。快回去！我一直真心待你，你可曾真心待过我？哪怕一分。之前是我不杀你，不代表今天不会杀你。你现在杀我，也是来得及的。今日月圆，一团圆，不宜杀生。你走吧。你这个嘴，比我的还硬。我还道不会有妖怪不要命的越过三重山而来，不曾想到今日便被我撞见了一个。区一只无尾狐妖，还敢擅闯我玄门驻地？说，你们青丘又在谋划些什么？
不回答，哼，不说也罢，就地诛杀便可。灵飞师叔，此妖女独自一人，你没什么功法，想必是误闯。两族交战，不伤百姓，这是玄门先烈立下的先令，还望师叔手下留情。如今这玄妖两界局势这么紧张，你却帮一只狐妖求情，西风，你莫不是被这狐妖迷了心智，欲背叛我玄门吧？弟子没有。方才似乎是西风师弟先遇见的狐妖，他似乎确实没有对狐妖动手啊。弟子从未对此妖女动过半分真情。扑风，一个陈星山区4星弟子，也配与我青丘私通？我认得你，你是帮着素影抓九尾狐妖的婢女。怎么，你们玄门的素影被我们龙主诛杀后，他的婢女都能说上话了？满嘴胡言的狐妖货，说，你来三重山到底是什么目的？你帮着素影害死我们云溪公主，杀了我青丘那么多人，我就是来杀你的。我讨厌你们玄门人，我是见一个杀一个。他在60境。燕回，扑风，你没事吧？燕回怎么还敢？妖龙不在，你还敢擅闯我玄门驻地？万物之灵，任我接洽。走，我带你离开。走，想逃？燕回，我没事，他受伤了。你们给我诛杀妖龙！天妖，先救人！扑风，我不是已经封住他大穴了吗？他为什么还在吐血？那掌阴狠，他被伤到了内腑。能救我的只有我自己。医者如何能医己？走，我带你回青丘，大国主一定有办法。走。我累了，想休息一会儿。只可惜，这和煦的暖阳，以后再看不到。草木传来信息，扑方危矣，我不能在这里继续待下去了。西风师弟，请回吧。子阳师兄，灵飞师叔面容被毁，震怒难消，昨晚就命我们看着你，师弟不要再做出格之事。烦请师兄通融。西风，我心意已决，你就莫要再劝了。站住！我早就看出来你被那狐妖所惑，怎么，赶着去青丘报信吗？西风勾结青丘，背叛玄门，把他抓起来！你们还不动手？西风，师叔，我已自废经脉，这样行了吗？师叔，你如果气消了，便放我离开吧。好，
很好，走吧。灵飞师叔，这是废除识海的阵法，还望师叔三思。他既然已背叛了陈星山，那就该废除在陈星山所修炼的识海，断不能像那燕回一样，还回来阻挠我玄门做事。师叔，师叔，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不妨。来不及了，一定要等着我，还请师叔三思啊！师叔，你竟然敢包庇西风，你也要背叛陈星山！师叔，师弟自幼生活在药师长老门下，论秉性最为刚直，断做不出背叛玄门之事，还请师叔莫赶尽杀绝。好一个同门情深啊！若不成全，反倒成为我的过错。哼！蒲芳，这儿没有其他树木遮蔽阳光，阳光一定会很充沛，风也是自由的，你一定会喜欢这儿的。他来了。终归是来晚了。蒲芳他真的。你好好看看他吧。那他最后可有提起我？没有，他什么话都没有说。蒲芳最后并未提及他，想必是不想见到的。世人的嘴是最骗人的，你不能看他说什么，你得看他做什么。蒲芳最后是往着那个方向的。蒲芳，我来了。我，西风，自幼与师父修道，谨记修道之人教诲，斩妖除魔，不行有违道义之事。我从未觉得自己做错，然而，当闻你死讯之时，我却恍觉此生行了3大错事。一回不该求仙论道，二回进入玄门，却在初遇你之日未曾下狠手杀你。3回，
三惠明明动了心，却未曾在那日舍下命与道义回护于你。我愿想不负大义，不负真心，不负你。却如今，竟是全都辜负了。蒲芳，我来给你赎罪了。让他们随风去吧。数十年前，我将你从隐妖村带回，用黑气浸渍你真身，修得了这件能抵御世间一切伤害的黑影袍。你的力量是我给的，可如今，你却为了一个只认识了数月的女子，屡次背叛我，便是笃定，我不会罚你。罚？又想要割我的真身来折磨我？我只嫌你罚的还不够重。你大哥毁了我真身，拿了我性命，那才叫一个痛快。可是你敢吗？你不敢，因为你只是一个躲在我真身后面苟且偷生的人。我身为影族，是光下之影，而你是人心之影。我也曾经畏惧过你那双眼，能够看到我内心深处所有的恐惧以及脆弱。你会嘲笑、玩弄，甚至利用我的脆弱，但这一切皆源于你。你来！所幸宴会找到我了，他让我不再畏惧，而我再也不想要当你的傀儡。他的黑气之力竟未减弱，我明明毁了长兰素的神龛。你以为你成功？长兰献祭了自己，将手可摘星辰的封印撕裂了一道缝隙，而你的努力不过是竹篮打水。你有心爱之人，这很好，我便可以让你亲眼看到你的所爱之人是如何被我一步一步拉下无间地狱的。
占星辰这是怎么了？可是掌门遇险了，要不要下去看看？可以我们的功法很难登上守可占星辰。诸位同门莫要慌乱，有掌门坐镇，守可占星辰定会无恙。我先去三重山，寻大师兄回来。张师兄回来了！大师兄从前线回来了！大师兄回来了！大师兄回来了！师兄，大师兄，你可算回来了！见到其他驻地的玄门长老了，其他的玄门长老见青丘撤兵，也打算缓和局势，于是纷纷撤下弟子，不再给予青丘压力。两界不用开战，自是最好。其他玄门已经撤走，我们也该回陈青山了。谁敢临阵脱逃？前日夜里，叛徒燕回跟妖龙现身了三重山，想来他们定是要去长天剑下的龙金镇呢。燕回，他来三重山了？不止来了，还救了一只闯入我玄门驻地的狐妖。他人在哪儿？定是逃回青丘了，还带走了另一个叛徒，西风。也让我知道了咱们陈星山的这一辈弟子，在忤逆师长这件事上，同心同力的很呢。大师兄，西风要去寻那狐妖，长老费了西风识海，把他打成重伤，可他还是坚持出了营地，现在还没有回来。灵飞真人，你为何？我乃陈星山戒律堂长老，我惩戒一个弟子有何不可？你陈星山弟子西风私通妖邪，其罪当诛，废他识海算是从轻发落。要怪就怪他自己疏于修行。大师兄，子辰，你也要逼我动手？我凌霄师兄就是这么教你们陈星山规矩的吗？我们陈星山的规矩，师傅教得很好。倒是灵飞真人，你本就不是我陈星山之人，若不是看在素影之人的面子上，就你这身功法，如何当得上我陈星山长老？放肆！你们所有人先回陈星山，西风由我去寻。好的，大师兄。站住！我乃陈星山戒律堂长老，我命令你们留下。我们走。云梦，陈星山的弟子，他们皆忤逆于我。灵飞真人，那些陈星山弟子说的倒也不错。这世上真心对你好的，只有你阿姐。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灵飞真人，莫伤心。这些时日，我终于找到了让门主命星重生的办法。只是，说，门主当时为救陆木生，用9成的功法给他做了一个镯子续命，所以才让妖龙有机可乘，重伤门主。如今，我已经寻回这个镯子，只要将它重新带回门主手上，门主即可苏醒。那你为什么不赶紧给他带上？释放功法需血亲之力作倚，我也实在是无能为力。血亲，我现在就回广寒门。阿姐，等你醒来，我就不必再受这屈辱了。
无边无极。不行，这是我的灵力，不行，不能再继续了，这是我的灵力，我疼，不行，不行，不行，我的灵力不行。不要！不行。阿姐，素娥，阿姐，你用血祭术唤醒了我。血祭术，阿姐，我不知道这是血祭术，我不知道。我的杀枯竭了，我的修为都没了。如此邪术，是谁告诉你的？云梦，门主，你是什么时候？我一直都是福音大人的人。你潜伏在我身边多年，意欲何为？素影真人，我知道你想要护心灵，我可以帮你。哼，你也配？我不配。20年前屠龙一战，我们不是已经合作过一次了吗？人为重伤，快后林取丹。清广，你那时候就控制了清广真人？没错。 20年前，是你利用我去对付妖龙。素影真人，何出此言？你我皆欲斩杀妖龙，这妖龙未死，你我便是盟友。盟友，我们下一步便要……我广寒门从不与妖物结盟。 你已入职，早晚有一天你会站在我身边。
门主命星升起，果然是门主醒了，果然是门主，果然是门主。是灵飞真人救了我，先扶他下去江阳。是。陆木生呢？门主，陆公子已经离开广寒门很久了。去找。是，弟子这便吩咐下去。妖龙如今身在何处？灵飞真人此前回来，已同我们说过，妖龙已经现身三重山，近日或许正在蓄谋取龙筋。他拿不到。天妖，等取回龙筋，我要将灵飞抓起来。没有他，蒲芳就不会丧命于此，西风也不会自绝经脉而亡。这2条命，我要让他磕头认错。你想让他做什么？我要让他知道，妖怪与人是一样的，都值得被真情以待。不配谈情的，是那些心思歹毒之人，比如他，还有他姐姐。无论你想做什么，我都陪你一起。那是广寒门素影的命星。本想再等几日，待新月之夜，阵法最弱之时入阵。如今看来，确实耽误不了了。奇怪，前些日子他们明明就看见我们了，为何这地方竟然没有人把守？你我避过玄门驻地即可。此处阵法，并不需要人把守。这是黄金岩玉。黄金？这下面流淌的都是黄金啊！龙金五行为木，五行之中，金克木。素影将我的龙金藏在这个黄金岩玉中，以金鉴长天，封印于此。哦，原来如此。此处如此灼热，又暗藏术法之力，要过去不容易，难怪没有人在此看守。我的龙焰之术，你可还记得？可这管用吗？世间炙热之物乃是我的龙焰，你说呢？以火克火，你可真聪明。是以火克金，走吧。小心！你这龙筋就在这下面。红烧龙筋。我开个玩笑。红烧龙筋，不香吗？啊？你这条龙学坏了呀，越来越贫了。近墨者黑。办正事吧。
去，我在此处守住长天界，保证阵法不会合上。快去快回。你坚持一会儿。这回。素影。龙鳞铠甲。龙鳞铠甲怎么会在你身上？你见过陆木生？陆木生？他在哪？我杀了。他骗素影，是为了彻底断了素影的念想，让陆木生得以自由。找死！天妖！天回！龙火，你把护心灵还回去。没有了护心灵，你不过就是个废物。天妖！天妖！也好，那你就去黄泉路上陪他。燕回乃我陈星山弟子，不劳素影真人插手。凌霄，你想包庇玄门的叛徒吗？不对，你放开我！我要回去救天妖！他险些害你致死。那是素影的错，又不是他的错！你放开我！你放开我！护心灵还在你体内，那又如何？放开我！大师兄，大师兄，你回来了。西风师弟可找到了？没事的，西风师弟是个非常沉稳坚毅的人，无论他去哪里，一定都是他心之所向。但愿如此吧。那是师父的御剑光芒，师父回来了。但怎么好像是往陨星台去的？出什么事了？去看看。哦。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我！我已经不是陈星山的人了，你为何带我回陈星山？毁掉护心灵，毁掉它，世间将再无福音之力。答应我，答应我！放开我！师父，燕回，师父，您为什么要把燕回绑起来呀？燕回，他私通妖邪，以妖龙的护心灵为识海源泉。燕回此举，便是背叛玄门。
燕回与妖龙勾结，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不可轻饶，理当诛杀。素影真人为了一己私利，争夺护心灵，便自诩斩妖除魔。如今护心灵落到我身上，我便成了玄门的罪人了。怎么，这天底下的规矩都是由你来定的吗？你真是虚伪至极。凌霄真人，怎么不忍亲自动手诛杀孽徒吗？看来真人舍不得，那我替你动手便是。护心灵，我会毁掉。魂鞭下筋骨皆断，尸骸尽毁，从此燕辉再无修行的可能。或许他将成为一个废人。师父，师父，您息怒啊！师父，34，师父，燕辉好歹在这里10年，是34，师父。真的学了妖龙的术法。当年你教我，人妖并无善恶之分，善恶皆有之。遇善者，则真诚以待；遇恶者，则不可胆怯。我虽被逐出陈星山，但我这一路都谨记师父的教诲。可现如今，你却变成了善恶不分之人，凌霄，你真恶心！灭魂鞭9981鞭，方可抽碎识海，毁掉护心灵的灵力。真人才刚刚第9鞭，怎么，心软了？9981鞭，我一鞭都不会少，只不过我在今日执行完而已。素影真人只身闯进我陈星山禁地，干扰我门中之事，已属有违礼数。子辰在，请真人离去。是。此事现在关乎的是整个玄门，并非你陈星山一门之事。9981鞭，少1鞭我都不会离开。明日此时，我将在此再次执鞭，真人大可前来见证。好，叨扰了。师父，燕辉虽然修行了龙的功法，但他从未做过坏事。不要再说了。
此地，不准任何人靠近。是。你逆着方向，我看不清。发染尽离丝，闲情两极。指缝间一阵阵划过你我年轮，清风散离，落雁会消失。画着你的剪影，一遍又一遍，吻着你的侧脸，一幕又一幕。黄昏醉了相思，风拂过一声叹息，此生一瞬交集，只为遇见你。一杯离人泪，几人尝过？年年日4月，终难成全。青山绿水之间，华年春老，深情不变。聚散总容易，细数相识，烟雨无尽。飞花吹尽人间，春风还依旧。带着你的回忆，盛满了来路。回首几度过往，寻找你曾经模样。执手相看经年，人间繁华依旧。此间有时情难弃。